你好，我是莹莹，欢迎收看荧光笔工作室。我们是专门做跟马来西亚相关议题的知识型频道。那今年呢，可能大家也会发现啊，马来西亚好像有越来越多呢对立的争议性的一些事件发生了，在网络上呢非常的吵闹，尤其是在今年7月啊，还有不少的事件呢都是很多人关注的。首先是 Georgetown Festival 啊，乔治市艺术节，就因为他们的这个预告片啊被指忽视了马来文化，就导致呢有很多巫裔的同胞呢抗议啊不满，还开始建议 Georgetown 呢要改名为丹中Pernaga。后来呢，还有这个校园义演事件呢，就是啤酒公司募款的行为呢，玷污了利益良善的这个活动。那这些事件呢，都让人发现到我们马来西亚的右翼势力逐渐升起。那可能呢，有一些朋友就会讲说，什么是右翼嘞？什么是左翼嘞？左右左右右左右左有什么关系嘞？这些势力又是怎么崛起的呢？今天我们荧光笔呢，就会带大家一起去了解这一些背后的原因。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让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荧光笔工作室 Highlight， 是全马最热血的知识型频道。我们以科普的方式聊关于马来西亚的社会、民生、时事议题等等。我们除了有街访之外呢，也有访谈哦。那有这么多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已经订阅我们了吗？还没的话，现在就按赞、订阅、加分享吧。我们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准时上影片，让我们一起好好认识马来西亚。OK， 回到正片。好，首先我们要来认识一下左翼和右翼以及大马的立场。这里先简单的说明一下什么是左翼，什么是右翼。左翼和右翼呢，在欧洲的政坛呢是用来形容激进派以及保守派的。而在这里呢，我们就举一些在大马发生一些例子哦，比如说像之前呢有一些地区就发生了穿短裤不可以进入一些公家单位的事件，以及呢便利商店呢禁止售卖酒精，这些立场呢都是倾向于右翼保守化的行为。而政府呢公平拨款给多元流学校以及保障新闻自由，可以说是倾向左翼开明的行为。那观众还有发现什么例子呢？是可以用来解释左翼或右翼的呢？可以在下方留言。那到底马来西亚是属于哪一个立场呢？我们其实就是从原本的中右慢慢的往右边靠拢。有一些观察者就认为在第15届全国大选的结果呢，就显示出了我们右翼保守主义的浪潮不断的高涨。第15届大选呢，我们见证了国盟特别是一党取得了巨大的这个选举的胜利。在还没有介绍大马的政治光谱之前呢，想要揪大家呢一起来留个言你们觉得大马哪一些政党是属于左翼，而哪一些政党又是属于右翼的呢？大家留言。那我们现在呢，正式要进入介绍大马的这个政治光谱了。左翼的这个政党代表呢，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党 PSM， 西蒙阵营呢是中立。一党呢就是右翼，你知道吗 ？PSM 呢是大马少数关注员工劳动、为边缘化群体发声，而且呢是唯一一个大马政党支持少数群体的，是不是很让人惊讶呢？你之前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政党呢？没有的话呢，多多了解他们哦。而一党呢，则是在违反伊斯兰教义课题呢，比如说像是在酒精还有之前闹得轰轰烈烈的肉骨茶事件，持续发表保守言论的。那在这里要补充一下，其实呢，大马的政党会因为选举或者是要执政而调整自己的立场，有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表现得保持得非常的中立，可是呢，有时候他们就会偏左一下，然后偶尔也会偏右一下。比如说呢，一党之前也曾经是左派的政党，是属于很温和派的，想不到嘞。不过呢，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左翼政党那么少呢？其实这是在独立的前后，左翼政治力量呢是被英殖民政府还有独立之后的新政府所忌惮，有所限制的。在这里呢，就介绍由社运分子 Fahmi Reza 所拍摄的关于这一段历史的纪录片，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资讯栏找来看看哦。那我们不要再扯远了，我们现在来进入正题，来谈一下一党这个现在的右翼政党老大。一党呢，从原本呢和人民联盟到现在的和土团党联盟形成的国盟，并且因为善用这个 TikTok 策略，让我们之前呢其实也是有做了2集呢关于国盟的秘密武器，是有提到国盟怎么善用 TikTok 来做宣传。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点这边来了解看看。那你是否会好奇呢？一党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一党呢作为一个老派的政党这些年来呢都通过跟不同的政党合作或者是结盟来扩大他们的政治版图。那在这次的全国大选呢，一党呢搭
党土团党就吸纳了反巫统的马来民主主义选票，再加上呢自己的这个基本盘，就促成了绿潮的情况。本来啊，很多人就以为呢一党就是很落伍的政党，其实这并不正确。其实呢，一党的基层领袖是有包括了宗教师、明星传教士、专业人士，还有草根群众，他们呢都是非常善于部署策略，还有经营舆论的。而在吉兰丹州呢，一党呢更是推出了宗教师搭配技术官僚的团队，将由各个领域的专才去组成的，以来填补和引领吉兰丹州呢走向新的发展阶段。一党自己认为呢，20岁到30岁的青年群体呢是倾向保守的，他们比起其他的年龄层更支持一党，而许多支持者呢又透过 TikTok 切出第一手消息，这就是他们胜选的关键原因。看到这边，你是不是也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这一些政策真的很与时并进呢？其他政党你们还在干什么呢？右翼势力崛起的因素和影响，其中的一个因素啊，竟然跟巫统脱不了关系哦。原因是因为啊，马来选民已经厌恶了巫统还有国政所做的一些贪污腐败以及施政无能的这个情况，导致呢他们就拒绝贪污腐败的决心，也让国政在上一届大选呢面临了惨重的失败。国盟呢也在上一届大选期间呢提出了贴近民心的关怀干净和稳定 Berhati Bersih Stabil 的口号。那另一方面呢，为了要维护马来民族的利益哦，国盟的论调呢是建立在马来穆斯林的危机感还有中下层的经济不安之上。他们认为呢，一般的老百姓的声音呢被精英所忽略，多数的群体啊的权益是被少数的群体如行动党的华人、性少数和自由派的威胁。所以呢，多数群体啊必须要踊跃的投票和支持多数的群体政党。那除了马来右翼之外呢，其实呢华人也是有右翼的哦。这一种人呢就被称为华沙主义。华沙主义呢是指呢部分的华人群体强烈捍卫华人文化、语言和身份认同的现象，而华社呢为了要维护自身的文化、语言还有经济利益呢，就会形成了一个强烈的种族认同和排外的心态。那就有一句话是这样子讲的：你的极端不是我的极端，你的保守不是我的保守。这里的举例呢，就是部分的华人啊，其实在捍卫华人权益的态度是相对强硬的。不管是国盟还是华沙，其实这一些人的思考点都是从自己的族群出发，但是呢，因为缺乏对话或者是不想对话，所以呢，也很难的会针对到集体的利益做得出更多、更完善或更周全的这个规划。那到底右翼对我们的影响又有什么呢？右翼势力的崛起呢，其实不是我们马来西亚独有的情况而已，这是一个全球现象，也就是民主衰退。而右翼的崛起呢，其实呢对大马的政治呢会有非常大的影响，会让我们的政治非常的两极化，对于我们的这个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多元现象呢是有威胁的。除了大马之外呢，一些国家也开始出现了这个右翼政党的崛起，而且呢还是在一向以左翼力量闻名的欧洲国家，这呢其实是让很多人大跌眼镜的。像是在今年的6月9号啊，欧洲的这个议会选举当中呢，极右派的席次呢第一次获得高幅度的成长，其中呢就包括了德国的极右党派另类选择党、法国国民联盟以及意大利兄弟党。那由于经济的问题、移民课题，还有这个右派擅长使用社群媒体来宣传，这就导致了很多的选民啊宁愿投票给极右派。最近呢，英国的极右派又散播一些假讯息呢，引起了英国13年来最大的暴动，这也让民众呢是心慌慌的。所以呢，大家真的是不容小觑这个右翼的崛起。那但是呢，我们不过就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应该要怎么办才好呢？其实啊，如果有了解到国际形势的话呢，除了马来西亚以外呢，更多的国家的极右派的势力都有崛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很多的老百姓呢，可能就会感到很忧虑啦，很不安啊。那面对这样子的局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首先呢，我们可能必须要先了解到底为什么这些势力会崛起。其实呢，它是从经济的不平等啊、移民潮啊，还有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突等等而导致的。那因为这样子呢，社会的民众呢，普遍就对政治充满了不信任感嘛。那要怎么样？那怎样？其实路真的还蛮长的。我们可能可以采取一些行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以及民主制度。比如说，首先第一件事情可以做的就是从多个比较可信的来源来获取信息，因为毕竟现在上网嘛，大家呢获取信息的这一个方式非常的多，但是也有很多的假消息或者是有破坏性的一些讯息，所以呢需要大家保持批判性的思维，并且呢，如果你可以更积极的参与公民活动的话，可以和不同的种族进行这个对话，以及在教育下一代理解民主和自由以及平等的重要性方面多做努力的话，相信呢都可以对事情呢有更好的帮助。那我们呢生活在多元种族的国家，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子去减少对立的情绪和误解，还要重建公共的信任呢？真的是我们每一个国民，无论你是什么种族的人，是多数群体还是少数群体的共同功课。
好，今天就多交一点朋友，多一点对话吧。希望呢，今天这支影片呢，能够让大家理解到什么是左翼，什么是右翼，为什么马来西亚的情况会越来越分裂。那马来西亚族群之间的一些对立和分裂呢，我们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影片呢，去解释它的来龙去脉。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的朋友呢，欢迎去我们的频道找这一些影片一支来看。我们更希望呢，可以在留言区看到大家更有建设性的留言，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让马来西亚变成是一个 love and peace 的国家。好，我是莹莹，下支影片再见，拜。